叫胡锦明，来自湖南，现在深圳生活。每天我被梦牵引着，做了很多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他们都说我心里住着一个古人，也许这是真的。公元前202年，汉王朝建立，两汉延续400多年。汉王朝建立了新的国家秩序，实践着新的治理和生活理念。从此，我们被称作汉人，说汉话，写汉字，男人被称作汉子。汉，一个高唱大风、开疆拓土的雄健帝国。帝王将相、武士侠客们惊天动地的壮举，记录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他们的故事和形象被汉代工匠镌刻在石头上，留下了一部具象的不朽历史。汉画像石生动记录了汉代人的生活与精神世界。徐州汉画像艺术馆存放着260多块汉画像石，这幅七力士图是其中的代表作。条石上刻画了7个孔武有力的壮汉，居中的是拔树者和背牛者，它生动呈现了人物活动的瞬间。这个大汉双目圆睁，将一棵大树连根拔起，连树上的鸟儿都吓飞了。他旁边的力士则紧攥牛尾，猛一使劲，将一头壮牛倒背而起。这些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汉子形象，正是汉代勇武尚力精神的写照。汉子们健体魄，平天下，御外敌，立功勋。在现代社会中，又有多少人会被这些狂野气息所吸引，梦回那个正当英雄好汉的铁血时代？胡景明，90后，出生于湖南醴陵，2年前从湖北理工学院毕业，来到深圳，在一所文博公司做展览设计。比起现实世界里的籍籍无名，他在网络世界里的名字南楚小将，可谓叱咤风云。初中的时候，我通过网络就关注到了那个汉服运动。高中的时候，我也去参加了一些他们的一些活动。然后大学，因为我后来选的就是服装专业。大学时代，胡景明就对那些简朴大方、雄健阳刚的汉代男装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开始查阅史料，设计图样，力图还原汉人真正的衣装。
对他来说，汉服不仅是服装审美，更是与古人精神的一种亲近。肯定周围的人能理解的人很少，就包括一些老师在内，可能都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做这个事情以后你怎么找工作，包括你怎么生存，很多的事情，如果别人不去做，或者我等待别人去做，可能这件事情就没有人去做了。胡景明来到了徐州汉画像艺术馆，这些石头有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他。7力士图画像渐渐清晰，眼前的7个汉字生龙活虎，血脉奔张，仿佛一下子把他带回到了那个生机勃勃、狂野不羁的时代。去一种比较夸张的一种手法，去表现当时人对于力量、勇力的一种追求。所以从他那个上面还是看得出来，当时的人对于勇力的向往，对于一种勇士的一种追求。7力士看似夸张的举动，却在汉代史册中多有记载。史书上说，这是一群喜欢和野兽搏斗的男人。与野兽搏斗在汉代很是流行，上至宫廷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可以看到斗兽的表演。画像中的这些汉子，生动地呈现了汉代男人的衣着样式和精神风貌，为胡景明复原汉代男装提供了最直观的依据。汉代的衣服，它的那个衣领里面普遍的加一些丝棉，为了就是能把人的上半身塑造的更加的丰伟，塑造的比较有力量感。胡景明花了3年时间，制作了18套仿汉军服。他把这些照片发到网上，引起网友的关注，纷纷点赞。他们评论说，好像真的看到了从汉朝走来的士兵。汉朝规定，男子23岁开始服兵役，受训3年，获得必要的军事技能，然后回乡务农，成为预备役士兵。那个时代，全民皆兵，汉子们一手持剑，一手扶犁，随时等待征召，守土开疆。汉是一个尚武的帝国，面对外敌匈奴的长期袭扰，他们奋起抗击，追王逐北，开疆拓土，扩大了中国的传统疆域版图。400年间，卫青、李广、霍去病、班超，一个个英雄汉子扬威一隅，撑起了大汉王朝的赫赫武功。经过100年的对决，匈奴败退漠北，从此一蹶不振。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使西域36国先后听命于汉的西域都护府。这块画像石描绘了胡汉交战的战争场面。
奸冒的胡人被射杀，身首异处。还有大批的胡人被俘虏。汉子，就是在这一场场浴血厮杀中，北方民族对汉代骁勇将士的称呼，也是男子的荣光和至高褒奖。这是以汉王朝与匈奴100年战争为背景制作的一款公益网络游戏。这进出了，你这个来。暂时只是把未央宫。我们游戏里就是通过这种真实再现一个人，从一个普通的渺小的一个人物，慢慢的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长到一个能够决定自己、决定家人、甚至决定国家、决定历史命运的一个人。万岁！胡景明复原的汉代男装吸引了业余时间设计游戏的康洪雷。通过网络交流，胡景明作为服装指导，加入了汉匈决战的制作。这个保存最好就是51号木的那个51号木，因为它那个腰带不是皮革，它是用纯金做的，所以它很完整，包括上面的图案、上面开孔方式，保存非常不错。我们在翻阅汉代的画像砖图册的时候，适合制作成游戏场景的这种画像砖，我们就会要求美工去制作。他们参考汉画像石制作游戏场景，依据历史文物还原真实无悖。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每一处汉代遗迹，都是他们眼中最珍贵的参照。徐州狮子山汉墓里的这套汉代盔甲，是汉景帝时楚王刘戊生前使用的。这一套盔甲显示出汉已经拥有了先进的军事装备和冶金技术。公元前2世纪，汉王朝已经掌握了混合各种微量元素炼钢的炒钢技术。这项技术在欧洲直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才得以发明。这些锈迹斑斑的甲片，是汉子们勇武精神的直观写照。秦代的时候，大多数是皮甲，而汉代已经拥有了很多的铁甲。制作工艺上的区别就是皮甲不方便做成小片的甲片，所以秦甲中的那个形象上都是大面积的巴掌大的那个甲片，而汉甲的话呢，到后期是越做越细，越做越小。那么这就证明了，当时汉的生产能力就飞跃了。梁启敬原本在航空公司做空中调度员，心中一份无法割舍的情怀，让他义无反顾地放弃稳定工作，自己投资开办工作室，研究制作汉代盔甲。上面摆的这一排呢，是我们用特殊的黑卡纸板做的道具。汉甲的是仿的那个楚王墓的，对，楚王墓的汉甲。挂甲大家对汉代的英雄人物耳熟能详的，就是霍去病了，还有卫青大将军，还有就是汉武帝。然后我独喜欢班超，因为班超
他投笔从戎，放弃了坐办公室的稳定的收入，跑到西域那个胡人占据的地方，然后去为汉朝的开疆拓土奠定了自己的功业。公元73年的一个深夜，西域鄯善国的都城燃起熊熊火焰，喊杀声、战鼓声不绝于耳。一小队汉军将士借助风势点燃大火，突袭匈奴，消灭了3倍于计的敌人。他们的领头人是出使西域的汉朝使节班超。战前，班超对手下36位将士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战成名。”西域诸国再也不敢小视这位汉朝使者，纷纷表示与汉修好。40岁之前，班超只是官府的文员，外敌来袭，他毅然投笔从戎，建功异域，最终进爵封侯，名垂青史。时势造就英雄，英雄也在创造时势。班超凭借过人的胆识，亲身许国，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汉帝国对内采取察举制，为士人提供了充分的上升空间。唯才是举，不问出身，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有机会参与治理国家。那时候人们相信，将相本无种，英雄不问出身。某种意义上说，也许可能就是这种情节的影响，让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一些比较稳定的工作。失败这个念头是一闪而过的，如果说从来不计后果的话，那是疯子。我们团体都是考虑过风险的，但是毅然决然地做下去，我们也是相信会成功的。梁启敬对汉军盔甲的复原，让他和胡景明、康洪雷走到一起。他们联手在虚拟的世界中张扬血性，寻找理想，召唤更多怀揣英雄梦的好汉，去追求祖先那消逝的荣光。山东嘉祥县五梁祠是汉代的一座家庭墓地祠堂。在这里存放的上百块画像石中，有一个经典的汉字形象——刺秦王的荆轲。挖起看，是，就是燕国的东汉之主，说第4世环抱，无与有名。可以比作秦国的关中物。荆轲刺秦王，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荆轲用燕国粮仓分布图和秦王的仇人樊无忌的人头获取了信任，靠近秦王，以必死之心刺秦。在汉画像石上，故事里的每个细节都有精心的呈现。
秦王被扯断的衣袖，反武姬的人头，瘫倒的荆轲助手秦舞阳，以及惊呆了的群臣。画面的主体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怒发冲冠的荆轲向秦王投出匕首，做最后的殊死一搏。匕首没有射中，却让住在后面的秦王惊恐万分。他手足无措，只能勉强用手中的一块玉璧抵挡。今天河北易县有一座荆轲塔，是隋代建立的，传说下面有荆轲的衣冠冢。石像是金人打造的，衣着容貌无从查证，唯一真实的大概只是荆轲留给后人的这段传奇。易水河，壮士出征的地方。荆轲的故事由汉代人整理完善，他的图像也被汉代人精心刻画。我们大多记住了英雄的孤傲和决绝，却很少思考荆轲作为一个男人的真实。打个，再高声个。也是这个记载，荆轲啊，就是这片儿那个。上马，那有什么问题？荆轲到秦王杀了以后，这个头都埋了，埋在咱们这里。荆轲来了以后，就在这儿开荒种地。荆轲坐落在荆轲墓。荆轲村里的人说，他们的祖先可能是荆轲的族人，为躲避秦王的追杀，逃到这里，所以这个村子叫做荆轲。村里现在110来户人，480多户人。主要的劳动力就是在外边打工，地里的活也都是妇女们和老年人在干。到时注意了啊，到时注意了，晚上把把给他们拿回来再用啊，把把给他们拿回来再用。晚上6点半到7点，咱给拿回来放啊。早晨吃饭，早晨过来。电话。134。荆轲离这个年代也远了，人们也不积极去考虑那些事儿。那现在主要的出于怎么的多挣点钱，其他的不怎么考虑。咱们村子叫荆轲，咱们这村民对这个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也没啥特别感觉。荆轲的故事，村民说不上熟悉还是陌生，因为它实在太久太远。但他那被后世传颂的人格，并没有随时间消散。把握眼前的生活，每个人都少不了那份勇气和担当。荆轲和其他侠士的形象被镌刻在中国各地的汉画像石上，镶嵌在墓室、祠堂和汉阙等建筑中，供时人膜拜，后人瞻仰。
重然诺，轻生死，言必信，行必果。汉代的史家为这些先秦时代的侠士立传扬名，荆轲成为这群侠士中的超级英雄，行慷慨之风，不求苟活的侠义之道，被汉人们推崇。你们觉得大侠是什么人？李小龙啊，我喜欢李小龙。我觉得杨过就是大侠。那你还不如说乔峰呢，被汉人踩成那样。还有霍元甲、令狐冲，这是一种正能量、正义的化身。谁正义谁大侠呗，对不对？大侠就是 super hero。杨业，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讲解员，汉代大将霍去病的崇拜者，对古代先贤的崇敬，让他每一次做讲解时都充满激情。他最爱讲给游客们听的，就是古代侠客的故事。显出了汉代，包括这个汉代男子，他们心里当中是有个价值观。那汉代的男子心中有侠气，所以我们中国古代呢，虽然侠文化出现的很早，但是真正把它成书啊，《侠客列传》等等呢，却是在汉代司马迁的时候记录下来。游侠出现在先秦时代，荆轲们的故事为什么会被汉人传颂，写进史书，刻入石头，流传至今呢？这些故事和人物彰显了汉人对血性、勇气、尊严和荣誉的推崇，今天依然为我们崇尚不已。你对中国的历史越了解，国学文化越了解，你会发现中国人从骨子里就有侠的这个成分。我觉得每个中国人都有侠的这种意识。我们可以知道，古代的侠呀，也是从普通人做起。他们一开始做很多事情，也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就是有更弱者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白天，杨业是文气的讲解员；晚上，则变身强悍的武者。他自幼习武，擅长截拳道、双截棍，结交的朋友也都是武术爱好者。他曾经成立过民间反扒队，打击犯罪活动。行侠仗义，不矜其能，不夸其功，这是杨业的侠客梦。行侠仗义的事情，但是真的没有人去做的话，很好的事情可能会变得很糟糕。游侠盛行，侠风被推崇为一种更高级的追求。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这是汉人追求的完美人生模式。我觉得像古人说的“言必信，行必果”吧。有人说你真的是活在古代的人，你很天真，这也相信。我说是，这个我相信。讲信义，答应别人的事情，不一定很完美，但是达到自己的努力去做是自己的一个准则。这块画像石同样出自武梁祠，讲述了春秋时代系扎挂剑的故事。这些故事
在静默的石头上被后人敬仰，我们又该怎样理解他们的行为呢？今天，一群年轻人要用他们的方式重新演绎计扎挂件故事。吴国王子季札出使路过徐国，徐国的国君十分喜欢季札身上佩戴的剑。季札允诺，出使完后再将宝剑赠送。等季札出使归来，国君已经去世。季札依然兑现诺言，解下佩剑，挂在了徐国国君的墓前。那么实际上，剑在古代的时候，的这种除了礼，它还有我们所说的信，比如说你像祭子挂剑，对吧？这种剑，它代表了这种信义，也是人和人之间最真诚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在那样一个刀剑上，我们完全能够体现出当年的古人他们的价值取向。2000年前的男人接受着前所未有的引导，荆轲刺秦，季札挂剑，教化汉子们勇武的同时，不忘信义。信、义、勇，将一个男人的人格最大化，这也是后世评价一个男人是不是好汉的重要标准。我小的时候啊，总是喜欢在梦想的门外，咚咚咚，来一个人跟我说：“兄弟，我们去梁山。”从小就有一种那种情怀，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逐渐的淡忘，但是它一直是存在的。其实我觉得男人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一个孩子，他一生当中都在梦想当中，可能过程当中有很多艰辛，但是我们依然梦想，依然成长。就我们生活的一个整个社会，不管有多么的不如，或者说我们的个人际遇有多么的不好，但是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快乐的、健康的方式向前行走。宋仙桥，成都最有名的古玩市场，聚集着各地的古董玩家。2009年，喜欢冷兵器收藏的李永开和在这里做生意的龚健相遇了。因为汉在当时的整个文明过程当中，它实际上是比周边强大太多，了。他以他那种强大的状态，几乎是把周边所有的人全部打。他这个唐代还不一样，唐代可能有很多笑话。对。
我们谈对刀剑、盔甲、对中国传统技艺的感受，我们聊了有3、4天，因为确实是真实的，我们内心对这个东西充满爱，充满喜好。剑，短兵之卒，劲搏之器，百刃之君，是当时身份、智慧和勇武的象征。先秦时代就有10几把名剑存于世上。汉代，剑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冶铁业的高速发展和炼钢工艺的新成就。汉在当时的整个的钢铁冶炼技术是全世界最好的。汉代结束了青铜作为兵器主要材料的历史，铁器使用引发了古代兵器材料的革命。铸铁脱碳成钢的新方法以及淬火技术的使用，保持了刀剑必须的韧性。这为汉在军事上的拓展和进取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在那个时候的器物，它就能够传递出汉代的精神，大气豪壮。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有这样大的魄力和决心，它在这些器物上都是可以体现的。汉代男子佩剑成为一种时尚，剑不仅被王侯、文人侠士喜爱，商贾百姓也会出入佩戴。汉代男人的追求不仅在体魄，更在内心。系扎挂剑可贵不在剑，而在他挂剑的行为。剑是身份与礼仪的象征，挂剑彰显了人的信义。它已经完全超越于它的实战意义，完全超越于它作为一个兵器的一个价值，因为它承载着道德、正义、品行，同时它对社会有很多的担当。弓箭李永开移情于汉剑，希望能够借以体验汉子们的心境。如果一味的收藏冥想，到头来也只不过是个闲适的古董玩家。最后我两个谈起，是不是可以我们一起对刀剑的复制、对冶炼的锻造、对展刻工艺和面层上的修饰工艺进行一次全新的向古人致敬的一个行为。打铁、铸剑，用古代匠人传统的制作工序，抹去2000年间经历的变化，回归原点。弓箭和李永开想打造一把形神兼备的汉剑。它整个涉及到了冶炼、锻造、木质，就做鞘要做木质。这些完了之后，又牵涉到零件的雕刻、器物的修漆，
它是中国传统技艺当中最大的集合体。而这些东西实际上在古代的史书上的记载，相应的都很少，所以很多东西都需要自己去摸索。这实际上3个字里头还算是比较什么磨的，人家都说的，打铁磨豆腐要卤3苦，不晓得磨刀还真的更苦。打铁，哦，磨豆腐要卤啊。现在我说一个磨刀，错了一道就要重新来过，这东西磨心。过去完全就通过石头能够磨出来几条线。没得游标，没得卡尺，完全通过一个眼力来判断。好像这根线找了嘛1个月了，总算差不多了呀。2012年，弓箭李永开铸造的8面汉剑，入藏他们自己的刀剑室——金华馆。我们想完成一个古人对传统工艺的一个记录。汉，那个时候的人，尤其是那个时候的剑，就代表了一种君子，一种气节。这是那个时代剑特别有典型性的特征。汉剑映射出汉代男人的精神气质和品格意志。弓箭李永开通过铸剑走进了汉人的精神世界。这个时候的爱情观，那个时候的社会的价值观，我们从汉代的画像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娱自乐的一些方式，那是绝对诙谐的，绝对充满浪漫主义情怀，而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挤压和管控。我以为只有在那样一个状态当中，人们的精神才会被放大，人们可能才会选择更适合他的生活。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是更想真实的去触摸历史，我们让它就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我们的先祖有这样曾经无比伟大而辉煌的历史。铸剑的李永开和弓箭，把自己看作古人，在他们的内心，希望时间是如平静的江水一样，缓慢前行。每个人都有很多想象，正是我们对历史的想象力。历史并没有我们的彻底的个人，就要对那样一个时光的一个追忆，对那样一个时代的一个致敬。我们就想凭着我们一己之力，来完成那样一些类似于像乌托邦一样的一些东西。往事越千年，汉子们的故事、形象和精神，一代代传承至今，已融入人们的血脉之中。
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3位重信义的勇士结为兄弟。2个桃子，3人相争，结果皆以自杀告终。公孙捷、田开疆不如古冶子抢了桃子。古冶子不得桃，逼死兄弟。桃子，人的欲望，得者死，不得者也死。在汉画像师描绘的男性世界里，有重于欲望、重于生命的东西存在。